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吉林的吉安，这是一个在鸭绿江边上的小城，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也没有听说过。它曾是中国封建社会东北地区一个强盛政权的首都王城所在地，它就是高句丽。听到这个几个字呢，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在隋唐时期，这个高句丽非常出名啊。杨广三征高句丽失败，导致呢全国爆发了很多起义，从而使得隋朝的江山二世而亡。那么在唐朝初年，李世民呢也远征高句丽，最后失败了。你想，中国历史上这两位皇帝都要来打击这个地方，并且呢还失败，就可以想到这个政权呢当时还是比较强盛的，实力也比较强大。后面是李治。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把自己用的钱都来支援这个远征高句丽才成功。那么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当年高句丽王城所在地。我们去看一看它的王城首都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在中原大地看到那些王城，洛阳啊、长安啊、北京是否相同？玩都山城。很多游客一来到这里说完犊子山，确实快速读的话就是完犊子了。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啊。这是整个高句丽王城的导览图，这一块啊就是它的城墙，长度大概是6947米。整个这个城墙呢是依照山体的结构、自然走势来建造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古城叫山城。跟我们平时在中原大地看到那个首都王城是不一样的，它相当于是在一个山坳，城墙呢绕着山这样行走。在这里面呢有宫殿、莲花台，还有当时的那个士兵居住的。一开始的话是一个军事防御的古城或者是山寨，后面由于它这个高句丽的发展，就2次把都城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整个这座城市呢是不规整的，完全是修建在山上的，看起来就跟万里长城一样。看这个都城之前呢，我们得来了解一下高句丽这个政权，因为大家对它知之甚少，只知道呢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都要击败他，都要把它灭掉了。作为隋唐时期，都算是封建王朝比较强大的时代。你像隋炀帝杨广，他继承他的父继，隋朝的国力是非常强大的。李世民呢，经过贞观之治10多年的经营，也是非常强大，也灭了很多国家。那么，为什么这2位这么出名的帝王，他都要把高句丽灭掉呢？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没有得罪的话，应该也不会去那么打击这些政权。这主要是由于高句丽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我们说的偏安一隅的政权，这主要是由于高句丽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你像汉唐时期，包括秦始皇，他们打击匈奴，那个时期呢，匈奴呢都是属于游牧民族，他来攻打中原王朝，只是说掠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那个统治中原王朝。游牧民族是活动的嘛，我们呢可以把它同化。你看，从秦始皇到汉朝有匈奴，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匈奴就已经消亡在历史当中了。这就是由于我们同化了。而高句丽呢，它是从大概东汉时期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后面到达隋唐时期呢，已经算是比较强盛了。它包括当时的朝鲜半岛、东北吉林这一块很多面积。那么这一块呢，并不适合游牧民族生活，并不适合骑兵，而是适合农耕。当时呢，高句丽已经形成了一个农耕政权，也就是说，它跟中原王朝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时候，它实力就慢慢强大，强盛了就向外面扩张。
这个时候就影响到隋唐这些封建王朝的核心利益了。因为农耕文明他们可以战胜一切，如果同样拥有一个农耕文明出现，并且呢国土面积还很大，军事实力还很强，那么对中原的封建王朝肯定会有一些威胁呢。那这个时候中原王朝肯定就不干了，隋炀帝他就看到这种情况，就开始三征高句丽。不过呢由于失败了，那隋炀帝的失败并不是说他攻打高句丽的这个想法战略错误，而是他后方受到那个掣肘，才导致他失败。那李世民他也发现高句丽这个政权呢对他们李唐江山威胁很大，于是呢也开始攻打。在当时呢应该说没有完全胜利吧，战术胜利，战略失败。那其实算起来，他征伐高句丽呢也失败了，没有成功，没有把它灭掉。后面是李治登上皇位之后，坐稳江山，他呢也开始打击高句丽，最后是成功了。那么高句丽政权基本上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从公元1世纪到7世纪，它存在了差不多将近600多年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门口了，这里是南门，也是南翁门，我们说的翁城。过来一点点，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城墙，这是东边的东城墙，一直这样沿着山上过去的。它整个这座城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然后城墙呢是依据这个山体结构这样绕了一圈上去，整体周长刚才说了6700多米，将近7公里。然后这个南门往这一边呢就是西城墙，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它完全是根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也是所谓遵从了风水。这是我在景区看到的城墙遗址图，大家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是不是非常像长城啊？完全是盘踞在山顶，跟我们之前看的很相像，或者是说这里有点像一条巨龙盘卧在大山山顶，挺有气势的。看到没有？这个石头这一块的城墙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我估计啊，这些石头有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弄的，那可能以前也有，因为毕竟是要在遗址上面建造起来嘛。那么当时可以说高句丽他们建造这个王城的时候就采用了大量的石头，因为这个毕竟还是靠山嘛。我看上面也是属于石山，这里也是经过变迁的。在西汉末年，这里算是一个山寨。后面高句丽慢慢的发展，它的统治中心呢，可能就是在这附近。到了公元198年，高句丽的第10代国王他看中这个地方，觉得非常不错，适合作为都城，于是呢开始修筑大型宫殿，并且呢把这里更名为完都城。到了公元209年，他正式把这个地方作为都城，并且迁移过来，这是第一次作为高句丽的都城。到了公元243年，当时的魏国刺史他发现这个高句丽不简单，于是呢就把高句丽攻破了，这里面的宫殿呢全部遭到损坏了。后面由于时代的变迁，高句丽又在这里重新修缮了这一座都城，并且在这里驻扎下来，算是第2次变成王都。后面到了公元343年，那个时期已经进入到比较混乱的时期，我们说的魏晋南北朝嘛，有很多政权。当时有一个燕国吧，他就率军攻破了高句丽，焚烧了这一座王城。从那个时期呢，这个都城就算是彻底废弃了。我们看到的遗址都是从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到了后期，高句丽迅猛发展，这一块呢已经满足不了了，他就把都城迁移到辽宁那一块去了。当时李世民差不多已经攻到他首都那一块了，不过还是失败，没有攻破他的都城。这样算起来，这个地方作为高句丽的都城，到现在差不多有1600年到1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历史还是非常长的。这样看起来，这个城墙是非常宽的。我感觉啊，当时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宽的。在当时来讲的话，高句丽还没有这么强盛的实力。宫殿遗址、戍卒居住址，一个是高句丽的皇室居住，一个是士兵居住。在这一块有很多旗杆，上面写的是高句丽爵奴部、顺奴部，那么相当于是高句丽它政权有哪些组成？这个就跟后面的后金什么两黄旗、两白旗类似吧，他们可能还是属于部落那种组成形式。往这边去它的宫殿遗址看一看，城墙看了一部分，宫殿也要看的，主要就是这些。看完之后，我们再去它那些王陵看一下。我们在长城可以看到瞭望台、烽火台。在这个地方同样拥有，它这里呢是在山顶上面，在这一块呀，能够看到远处，特别是那个大门那一面。我们现在看到是石头，在当年上面呢一定是有木构建筑的。它这里呢叫瞭望台，也是叫做点将台，在上面呢可看见通沟平原以及内城，视野极其开阔，很好的起到瞭望军情的作用。这有点像金字塔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块是有树，那么在当时建造宫殿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的。在瞭望台这里就可以看到宫殿的情况，然后呢，又能看到外面这个谷口的情况，这个就是很好的起到瞭望的作用了。在瞭望台旁边看到很多石头，这些呢是当时驻守在瞭望台士兵的居住场所，就是这一块呀。可以看到很多石头呢是有点规整，当时他们建造的房屋可能也是用石头的，全部保留下来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比下面的宫殿高一点，这样的话，一个是起到瞭望的作用，另外呢，一个是起到防御。那如果有敌人攻打进来了，你说他是能够反击，只能说有一点点吧，用处不大。那边呢就是宫殿群了，就这一块。它的宫殿区为什么会设置在这一块呢？主要是由于这里呢是整个山谷的最高处，也是最里面。那么作为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那么自然而然是在最安全的地方了。这个古城里面的宫殿大概是建于公元198年，公元32年毁于战火。四周呢以石块垒砌围墙，南北长95.5米，东西宽75米。确实看起来不是太大呀，比我们看的一些金山大院的面积都小。从那一块你看这样绕一圈就没有了，算是比较小了。整体它这个建筑呢应该算是分布于3层，你看1、2、3，因为整体是有个坡度嘛，那自然而然的话就是有一个相当于台阶上去的，那么也算是等级的象征。最上面呢应该属于他那些国王，我们可以说是皇帝居住的，在下面呢就是其他人的住的地方，因为确实不大呀。我们看的很多金山大院都比这个大得多得多了。在这个上面以前应该也是有那个城墙的，就刚才我们看到的石头，在上面呢一直是有人防御的，因为它都城在这里，肯定是有人守卫的嘛。看完了高句丽的王城以及高句丽的发展历史，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高句丽的一座王陵，是第20代高句丽国王的墓冢。在整个吉安这一块呢，有很多高句丽的墓葬。这个地方还有非常有意思啊，就经常有韩国人以及朝鲜人来这里祭拜，说是他们的祖先。在当时高句丽的话，他统治了吉林还有朝鲜那一块，从而韩国人就把他们奉为祖先。那么这个地方是他们的祖先的墓，
那个王城呢是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们都会来这里。它这一边其实已经算是在高句丽文化旅游景区了，门票是有一个套票，3个地点70块钱，如果单买的话肯定就贵一点，我是买了一个套票。在这里有一栋比较独特的建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埃及的金字塔？金字塔呢也是石头，那这里呢同样是下面宽上面窄，一层一层垒砌上去的。如果是在陕西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石头版的封土堆，因为封土堆也是下面宽上面窄嘛。那这里呢确实就是长寿王陵高丽中后期的一座陵墓，是一座石室墓啊，因为看起来有石头嘛，挺壮观的。我们过去看一下，不知道这个陵墓能不能进去参观。这里呢就是长寿王陵，也是俗称的将军坟。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我们在远处看的话，这些石头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一个长方形，弄得比较规整，明显的看得出来，最下面的石头是又粗又大，然后往上面呢是逐层递减，石头也是越来越小，上面面积呢也是越来越小。这一座陵墓挺大的，它是长31米，高12米，有7级台阶。我主要是想看看它墓道口在哪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不知道这里开放没有。我们先转一圈看一下。石室墓我们之前看到许多，基本上是在崖壁上面或者在山里面开凿石洞，而像这样的石室墓很少见呢，全国可能也就这里才有。挺可惜的就是我在这里转了一圈，没有看到墓道口，这就比较奇怪了。我又回到这个前面了，刚才我还不知道上面那个孔是干嘛的，现在我才知道它这个是墓室，这个跟我们中原王朝完全是不一样的。中原王朝墓室应该是在最下面的，在地下，而它这里呢相当于是在地上了，就是在这座石山上面，金字塔上面弄了一个墓室，而且是在顶部，这个大家应该是没见过吧。现在锁住了，应该是不能参观，如果能参观的话，我还想进去看一下，但是不行。这种墓室非常少见，也让人奇怪呀，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可能是高句丽的一些特色吧。你像我们经常说地宫，那是在地底下的，而它这里的地宫呢是在地面上的，搞不懂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今天最后一个地点——好泰王碑。这是第20代高句丽王为他父亲建设的一块碑，这就跟我们在很多陵墓看的一样。这个皇帝去世了，继位的皇帝呢就会给他父亲立一块碑，介绍丰功伟绩，做了什么事情。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块碑呢在这个里面非常高大啊，它是像一根柱子一样，跟我们之前看的碑有点不一样，高度达到6米多，宽度1到2米。这块碑呢上面雕刻的文字是汉字，1700多个，能够辨识的大概是1500个左右。大家发现没有？高句丽的政权，它的文字竟然是汉字，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隋唐为什么要把高句丽灭掉的原因。它已经是农耕文明，并且呢又是汉字，跟其他我们说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一样，有什么契丹文啊、西夏文，它这里不一样，它其实跟中原王朝是一样的，农耕文明，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制度，而且制度呢基本上也是仿照隋唐时期的，那它就不得了了。从而说隋唐的帝王才觉得它是一个威胁，要把它处理掉，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刚才我们只是介绍它是属于农耕文明，没有说它的文字是汉字。这样算起来，当时高句丽相当于就是缩小版的中原王朝了。那么作为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李世民要灭他，后面呢李治同样也是要灭他，最终呢在李治手上成功了。在好泰王旁边有一座小的山丘，这是一座王陵，是高句丽第19代王的陵墓，始建于公元391年，是现存高句丽唯一确知年代、能够知道墓主人身份的王陵。大家仔细看看，这里感觉是不是一座山丘？
那其实呢，应该也是人工的，就跟我们刚才看到陵墓是一样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像金字塔一样用石头垒砌起来的，而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陆地上面铺了一层石头，是小石头啊，鹅卵石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石头弄成一层小山，然后在顶部呢也弄了一个石室墓。这一座石室墓里面是开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走上去的，全是石头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高句丽他会把陵墓设计成这个样子，跟中原完全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高句丽的那些国王他有这种想法吗？他说我的陵墓也建在高处，建在封土堆上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俯瞰我的那个帝国，或者说这样的话我能够压那个中原王朝，因为他们一直也想进取中原嘛，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想法。这种墓就非常有意思了，完全是在这种顶部啊搭建了一个墓室。它这个位置在这个山谷里面应该算是最高的，那么当时这附近呢可能是他的统治区域，他就可以在这个陵墓这里啊俯瞰他的帝国。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有知道的可以说一说。你看这些全部是当年他那个留下来的石头，这里就是他的墓室了。内部形状跟我们平时看的一些汉唐时期的墓有点相似，这边可以称之为墓道或者甬道了，过去就是墓室。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夫妻合葬墓啊？很有可能啊，因为有2个棺床，那么可能就是王跟王后。这个墓跟我们在河南、江苏看的那些西汉的墓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它这里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墓室，而那一些呢是直接在石山里面开凿的，这就是区别。整体来说，这个墓室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小的，可能是由于当时高句丽财力所决定的吧。现在我们下去了，这边就看完了，整个这个全部参观过了。今天我们来参观的这3个地方，总体来说游客不是太多，但是在特定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有很多韩国人来参观的。毕竟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里呢被他们奉为祖先之地，祖先安葬的地方。那关于这个高句丽的故事，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可能有一些不足，或者有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说一下。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